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书卷一梦口碑，别嫌他颠，这才是解压神器。李一桐被迫吻反派。李一桐饰演的宋小鱼，一睁眼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本烂俗的古装剧本里。更糟的是，他不是主角，只是个被设计成反复退场的倒霉炮灰。他想改写命运，却像撞进了一张无形的网，每次挣扎都导向更荒诞的结局，被捅刀，被算计，甚至被迫与那个阴质的反派男主南恒、刘宇宁上演令人脚趾抠的剧本名场面，比如一场三人互相捅刀子的混乱戏码，或者一段毫无美感的强制吻戏。这种设定本身就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颠劲儿。这种颠，首先是一种精准的冒犯。剧集开篇就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了影视圈内某些心照不宣的怪现状。经纪人理直气壮地要求男主独占900场重头戏，出行阵仗必须是一代19随行团队。台词里一句甲方爸爸的调侃，瞬间戳中了无数社畜的痛点，也撕开了行业浮华的遮羞布。这种近乎直白的自嘲，反而因其活人感赢得了掌声。他不端着，不装高雅，就是把这行当里的拧巴和浮夸，用放大镜摆在你面前。李一桐的表演成了这种颠的最佳载体。他彻底放下了过往角色的包袱，把一个在绝望和求生欲之间反复横跳的穿书女主演活了。上一秒还在为又一轮循环死亡而崩溃吐槽，下一秒就能为了活下去挤出最卑微的假笑。那种咸鱼求生的灵动感，让宋小鱼这个角色充满了真实的烟火气。观众夸他活人感天花板，正是对这种自然不造作的精准拿捏的认可。刘宇宁则挑战了一人分饰两角，阴质深沉、心思难测的皇子南恒，与洒脱不羁、快意恩仇的江湖侠客李16，被他通过截然不同的声线、体态和眼神细节区分开来。尤其是与李一桐的对手戏，那种带着敌意、算计却又在荒诞情境下被迫靠近的相爱相杀感，拉扯出奇妙的化学反应。祝绪丹饰演的宋逸听，王佑硕饰演的楚归鸿等配角，虽非浓墨重彩，但寥寥几笔也勾勒出鲜活的形象，让这个荒诞世界的群像不至于单薄。制作上，剧集也紧紧扣住了快语期。郭虎导演延续了他在《莲花楼》中对镜头语言的探索，旋转的镜头、冷暖色调的突兀切换，都在强化这个世界的虚幻与错位感。当阴森诡异的唢呐神曲喜响起，配上的却是搞笑的蓝色鸡爪情节。这种极致的反差制造出一种魔性的荒诞趣味，平均几分钟一个爆梗的节奏，不拖泥带水，观众轻松就能获得电子榨菜式的即时快乐。然而，当最初的癫狂笑料带来的新鲜感逐渐褪去，部分观众开始感到不适。那些让人捧腹的蓝色鸡爪梗和甲方爸爸的调侃之后，故事需要更坚实的骨架支撑。有声音指出，当剧情试图转向更严肃的皇子夺嫡主线时，衔接显得有些生硬，前期埋下的伏笔回收的也略显仓促。那个把宋小鱼困住的穿书机制本身，似乎也缺乏足够清晰或自洽的底层逻辑。于是，为颠而颠的质疑开始出现，它是否过于依赖表面的荒诞和密集的笑点，而忽略了内在叙事的连贯与深度。刘宇宁的表演也遭遇了审视。
有人觉得他在塑造南恒的某些冷峻时刻时，表情模式略显固定，与他之前在《折腰》中的角色形象有相似之处。李一桐极富张力的演绎方式，在大部分观众看来是亮点，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觉得稍显浮夸。视觉风格上，女主宋小鱼某些过于跳脱，甚至略显俗艳的服装配色，似乎与她剧本设定的高门千金身份不符。某些 BGM 的切入时机也显得突兀，造成了观感上的割裂。这些争议恰恰映照出不同观众群体的心理需求。一部分观众走进书卷一梦，寻求的就是纯粹的、无需动脑的解压。在忙碌疲惫的现实生活里，5分钟一个笑点，节奏明快，设定新奇的电子冰淇淋，正是他们需要的短暂逃离。剧中宋小鱼一次次失败却依然挣扎的反骨，那句无声的凭什么我的命运要按你的剧本来？哪怕表达方式癫狂，其内核对既定规则的反抗，对掌控自身命运的渴望也能引发强烈共鸣。另一部分观众的失落，则源于对古装剧这一类型的固有期待。他们习惯了看到更严谨的权谋逻辑，更考究的服化细节，更流畅的情感铺陈。当书卷一梦用编剧的外壳消解了这些传统要素，他们自然感到预期落空，觉得深度不足。这并非剧集本身的绝对缺陷，而更像是一场创作者意图与观众预期之间的错位碰撞。书卷一梦的颠，本质上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他选择用夸张的、解构的姿态去包裹一个关于反抗与自我意志的内核。它无意成为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正剧，它的野心在于提供一种新鲜的、带有冒犯性的娱乐体验。它可能不够精致，逻辑链条上也存在毛刺，但在当下充斥着流水线产品的古装剧市场里，这种敢于发疯的勇气，这种生猛鲜活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品质。它不完美，但足够有趣。它提醒我们，在条条框框之外，电视剧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不那么正确，但足够鲜活；不那么深邃，但足够解压。这或许就是书卷一梦这场癫狂梦境最真实的回响。